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塔塔。每到过年，家家户户都要吃年夜饭。今天跟大家分享这道豪华的佛跳墙，汤头清爽不油腻，有别于一般传统的佛跳墙，非常适合现代人哦。先来制作高汤的部分，准备6只鸡翅，用一点盐、糖、白胡椒粉调味一下，一点酒去腥。充分的抓匀，直到吸收为止。我们先放一旁备用。另外准备鸡架骨跟鸡脚，冷水开始煮，水里加入姜片跟葱段，一小撮胡椒粒跟花椒粒。等到脏污都浮上来后，就可以捞起来了。另外准备一份猪皮或者猪脚，穿烫一下，然后再捞起来洗干净。这个鸡脚跟鸡架骨也要拿去洗干净，沥干备用。猪皮的分量没有一定，就看你喜欢了，切成大块状就可以了。准备一份金华火腿，大概切130克左右。金华火腿处理的方式可以看我之前干贝鸡汤的那一集，我这边就不再拍了。洋葱切对半就好，等一下要熬汤用。把鸡架骨通通的放到压力锅里面来，还有鸡脚跟鸡翅也放进来。再来是处理好的金华火腿、洋葱，大概5-6克左右的白胡椒粒，1小匙的糖，2片月桂叶，适量的清酒或者米酒，2200cc 的冷水。开中火煮滚，煮滚后还会有一些浮沫，稍微的捞干净就可以了。现在再来盖上压力锅盖，等压力阀开始明显摇晃后，计时5分钟。时间到，等待泄压。泄压的时间大约是50分钟左右。不想等太久的话，可以35分钟后手动开盖。不过这样会喷出一些液体，建议还是自动泄压会比较好一点哦。压力锅煮出来的汤会很清，但是我们今天要的汤希望是乳白色。所以开盖后，再把瓦斯打开，重新煮滚，大概维持滚动的状态，煮15分钟左右，直到汤色转为乳白色为止。现在汤已经由透明转为不透明的乳白色了，这时候呢，就可以关火，把汤过滤出来。建议用细一点的过滤网，会过滤的比较干净。过滤好的材料要丢掉也可以，但是呢，我都会挑起来吃，不要浪费。你看这个汤浓浓稠稠的，充满胶质，光这样味道就非常好喝了。材料里面呢有一些猪皮，可以挑起来放到高汤里面，这个都是胶质哦。这些鸡翅都还有肉，都能吃，鸡脚也是。珍惜食材，不要浪费哦。过滤好的高汤先盖起来，等凉了再放冰箱保存。我们等明天再来煮佛跳墙。准备6朵干香菇，清洗干净后，用一点水浸泡开来。我喜欢用真空保鲜盒来浸泡香菇，会吸收的比较好。干贝清洗干净后，用一点绍兴酒浸泡开来。这边准备大概200克的小排骨，1小撮盐、糖、白胡椒粉，还有1小匙的五香粉，一点蒜泥，1颗蛋黄，1大匙的酒。1小匙的酱油调色，把这些调味料充分的抓揉均匀，让肉吃进去。然后盖上一张保鲜膜，先放一旁静置一下。我这边还有准备一些鸟蛋，如果不喜欢吃的话，也可以省略。鸟蛋虽然是熟的，但是还是要穿烫一下，大概穿烫1到2分钟左右。透过温度可以让鸟蛋表面的水汽蒸发掉，这样等一下油炸的时候就不会喷油咯。你还可以准备一些栗子，我这个是新鲜的，你也可以用干货。把栗子放到滚水里面穿烫一下，大概烫2分钟左右，捞起来放到冷水里面，
这样就可以轻易的去除掉栗子表面的皮膜了。像这样就剥好啦。今天我们要油炸鸟蛋跟芋头还有排骨，如果你不想炸鸟蛋，也可以买黄金鱼蛋替代。像芋头超市也有现成炸好的，听说排骨酥也有现成炸好的，不想太麻烦的话都可以买现成的来用哦。现在把腌制好的排骨用地瓜粉抓匀，让每一块都均匀的沾到地瓜粉，接着再一块一块的整理好，放在盘子上翻炒，大概像这样，先放一旁备用，就可以来起油锅了。你可以用半煎炸的方式，不过要炸得漂亮，还是需要多一点的油。油温大概控制在170度左右，等到油温开始波动，就可以放葱测试油温了。像这样呢，迅速起泡，就表示温度够了。先把鸟蛋放进来炸。鸟蛋很容易沾到锅底，建议可以用捞勺不停地翻动。我不喜欢吃太硬，大概炸到鸟蛋表面起疙瘩的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捞起来沥油，接着来炸芋头。炸芋头的时候火不要太大，容易炸过头哦。因为我女儿不喜欢吃芋头，所以呢，我只有炸一点点而已。这个大小大概炸6分钟左右。直到表面出现硬壳的样子，然后筷子戳下去，可以容易的穿透，就表示熟咯。一样捞起来沥掉多余的油，最后再来炸排骨酥。这个排骨酥很好吃，除了佛跳墙之外，也可以煮排骨酥萝卜汤哦。油炸的时候呢，稍微的翻动一下位置，避免沾到锅底。排骨酥要炸到颜色深一点，比这样呢还要再深一些哦。我大概炸5分钟左右，像这个颜色就可以捞起来咯。然后放到网架上沥掉多余的油。哇，看到这个排骨酥，口水都要滴下来了，好想吃一个哦，该怎么办？好啦。这个炸物先放一旁备用，接着呢就是准备喜欢的海鲜料了。制作佛跳墙通常会准备这几样，像是这个鱼皮可以增加汤的胶质，还有蹄筋也是增加胶质。这个是花椒，跟鱼皮一样都是胶质，但是呢会比较有口感一点。鱼皮通常会溶在汤里，最后就不见了。这两种呢都可以任选一种，或者都买。这个是乌参，可以请老板帮你处理好内脏。我另外呢多准备了这个北海道生食级的大干贝，还有这个品质很好的鲍鱼。鲍鱼可以选择像这样中间凹凹的，肉会比较厚一点。用一把小刀把鲍鱼挖出来，然后内脏处理掉。有人说呢内脏可以吃，不过我不太喜欢，那就看自己咯。像这样呢就处理好了。还有人说要用牙刷刷鲍鱼，不过老板跟我说不用，冷开水冲洗过就可以了。接着准备3到4片的大白菜，要铺锅底用。梗的部分呢切成大块状，像这样横着切，切掉长纤维，均匀的铺在锅底。上面叶子的部分用手撕开就可以了，铺在锅子的周围。喜欢笋子的话，可以买这种煮好的笋子来炖，切片切块都可以，就看你自己喜欢咯。然后把笋、芋头都放到锅子里，排骨酥也这时候放进来。现在把泡开的香菇也放到锅子里。还有浸泡的香菇水一并放进来，浸泡好的瑶柱跟绍兴酒统统的倒进来。这时候呢，就可以把昨天做好的高汤拿出来咯。汤上面有一些油脂，我会捞掉一些，这样汤就不会太过油腻。但是不要捞掉太多哦，风味会减少。这个充满胶质的高汤冷藏后，整个都凝固了。汤勺挖下去，感觉就像布丁一样。你看，短一短一短一的，好疗愈哦。好啦，不要玩了，赶紧的把高汤挖到铸铁锅里面。我高汤有多准备，大概铺满整个就差不多了。多的高汤呢，可以做其他的料理或者煮粥，都超级好吃的。
最后把栗子放上来，就差不多可以开始炖煮咯。火候不要太大，大概用中小火慢慢的炖。听到锅底滚动的声音，转小火一点点，盖上锅盖，慢慢炖煮20到25分钟左右。这时候呢，再来处理海鲜的部分。乌参切成大块状，其实这个分量只是参考，喜欢料多一点的人呢，可以多煮一点。蹄筋可以切对半，比较不会太长。花椒比较大，可以切对半。鱼皮切成段状。好啦，差不多可以开盖咯。哇，好香哦！现在把鸟蛋放进来，大概5瓣的蒜头，你可以先炸过，但是我这个汤底是比较清爽的。鱼皮也放进来，乌参也放进来，接着是蹄筋跟花椒，稍微的铺平整一点。然后再盖上锅盖，用小火炖煮25分钟左右。如果不想要汤太过浑浊，火尽量维持小一点，慢慢炖。现在佛跳墙差不多煮好咯。哇，这个味道闻起来就是赞！汤头不会太过油腻，又充满了鲜味，这层层叠叠的美味，浓厚口感却又清爽鲜甜。稍微的搅拌一下，让整个味道再融合一点。让我来试喝看看，不错不错。起锅前呢，再把这个高档的鲍鱼放上来烫2分钟左右，还有这个生食级的大干贝也放上来，差不多就可以关火咯。像这样非常豪华的佛跳墙就完成啦。这个不要煮太久哦，煮太久就浪费食材了，赶快捞起来。干贝、鲍鱼没有一定要放，不过放了会更吸引人哦。把鲍鱼跟干贝另外用小碟子摆好，这样摆起来呢就更精致了。以前我不是很爱吃佛跳墙，总觉得味道太过厚重又油腻。但是自己做的佛跳墙可以调整成自己喜欢的口感，不喜欢芋头太多就少放一点，让汤不会那么浑浊。好啦，看得我肚子都咕噜咕噜的叫了，那我要开动咯。哦，这个鲜美的滋味，喝起来浑厚却又清爽不油腻。花椒真的好好吃哦，应该多加一点的。乌参也是滑溜滑溜的，还有我自己做的排骨酥，赞啦！这个鲍鱼呢，我第一次买，没想到鲍鱼这么好吃，哇，口感好 Q 哦！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我的分享，记得帮我点赞跟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